小白，你来了。你不是找我有事吗？是啊，是有事找你商量。阿姨，来吧，坐吧。找我什么事儿啊？找你就是商量彩礼的事儿。彩礼啊，阿姨，彩礼钱我们家不是已经给过了吗？是给过了，不过呀，现在那20万是不够了。你要想娶我女儿的话呀，你必须再给我补30万，才能和她结婚。什么？小白，我妈跟你说的都是真的。你看我那些同学朋友，他们结婚都是50万的彩礼，凭什么我就得20万？我又不比他们差，所以你也得再加30万。可是大美，这我们家里边你也知道吧？这咱们马上就结婚了，这30万我上哪去给你凑啊？去哪里凑？那都是你们家的事儿了。反正呀，不加这30万呀，我不会同意让我女儿嫁给你的。阿姨，这咱们不能这样言而无信啊！咱们之前说好的就20万呀，你这突然变卦，你让我怎么弄啊？要不我们俩先把婚结了，以后的事儿，这个钱我再慢慢的还你行不行？我分期给你，1个月给你5000。不行，小白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想空手套白狼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必须见到50万，我才能嫁。对，如果没这50万呀，这婚呀不想结了。大梅，阿姨，可是我们家真的凑不够这些钱啊！当初那20万都是我们家东拼西凑的借的，你说这突然之间再让我拿30万，我怎么可能拿得出来呢？你看这婚期也到了，这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你这突然这样，我就是卖血卖肉，这也不够啊！小白，这怎么了？嫂子，是这样的，这小白之前不是给过我彩礼的吗？给了20万，可是我前几天出门的时候，我听到我的同学朋友还有咱们这邻居，这结婚这彩礼都是50万，所以我就觉得他给的有点少，所以我就想让他再拿30万，可是他非说他没钱，他不愿意。原来这事啊，大美，你这个要求是不是有点强人所难了？再说，这你们都已经马上快结婚了，你现在再让他拿30万，也确实人家拿不出来呀。嫂子，你这说的什么话呀？你应该跟我站在一边，向着我说话。就是小飞，你是哪一头的呀？啊，你得搞清楚了。现在啊，没有30万，他甭想跟你妹妹结婚。可是阿姨，你也有我们先考虑一下，你看这结婚办酒席、订酒店，这需要不少钱呢。再加上给你们家那么多彩礼，我们家真的没钱了，这30万我们家真的拿不出来。要不这样吧，妈，你看这他们2个都马上要结婚了，要不这30万让小白分期给，1个月给多少，慢慢给你。嫂子，我刚才也是这样说的呀。我想着我们结婚之后，我每个月给阿姨5000块钱，可是阿姨、大美他们就不愿意。我看你呀，也别找那么多理由了，你心里呀就是没有我闺女。如果要是有她的话，你都不会这样推辞了。你无论想什么办法，也要拿出这50万的。我现在就告诉你了，如果没这50万呀，休想和我闺女结婚。大美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也这个意思？对，我妈说的就是我想的。那行，那婚啊，不结就不结了。小白，别这么说，这马上都要结婚的人了，你说怎么能说不结就不结呢？这你们俩走在一起不容易呀。行了，我心已定，大美，这婚事儿咱俩就算了。哎，小白，哎，你说小白，他这什么意思呀？啊，说他2句他也不爱听了，甩那臭脾气给谁呀？哎呀妈，你就少说2句吧。你说这马上他们都要结婚了，你这是那干嘛呀？又要30万？妈，小白他走了，他走之前说不结就不结，他不会真不要我了吧？哎呀，不会，你就放心好了。他这呀，什么都准备好了，那客人都请完了，什么都定好了，他不结婚，他不再让人家看是笑话呀？放心在家等着，他一定会来求你的。
行了，别那么担心啊。大美，这哭什么呢？怎么了？这怎么了呀？妈，嫂子，小白他要和别的女人结婚了，他还说让我退还那20万的彩礼。什么？小白要和别的女人结婚？他太过分了吧？他在哪儿？我去找他。哎呀妈，你先别着急呀、这本来咱们家就理亏，你别急，你听他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嫂子，我刚才去找小白，问他那30万的彩礼准备好了没有，他跟我说他不准备了，他还说他找到了一个只要20万彩礼的女孩，说他要跟他结婚了，不要我了。这个小白呀、太欺负人了！他这不是玩弄我女儿的感情吗？不行，告诉我他在哪儿，我去找他算账。哎呀妈，你行了，你等一下一去又火上浇油了。那这样吧，大美，你把小白的电话给嫂子，嫂子跟他好好说说，到时候啊，你们俩还能结婚呢。说什么呀？就像他这种人，都欺负到咱们头上来了，咱们还能忍啊？妈，这还不是你先跟人要30万的彩礼吗？你要不要的话，这2个人婚都结了。嫂子，还聊什么呀？这小白明天就结婚了。你听听，你听听，这太欺负人了吧？他明天就要结婚了，这个臭小子，我现在到他算账去。哎，妈，哎呀，妈，你慢一点，妈，好好说。小爷，明天咱们就要结婚了，咱们到街上看看还有什么需要买的。小白，妈，有话告诉你，你什么意思呀？啊？阿姨你现在才几天就找到别的女人了啊？要和别的女人结婚？我告诉你，我管你怎么办？阿姨，这事能怪我吗？是你们家突然给我要30万彩礼，我拿不出来，所以啊，我只能另娶他人了。小白，这些都是你的借口吧？肯定是这个狐狸精，这个狐狸精他勾引你的。大美好好，说话。请你把话放干净一点，她是我未来的妻子，不要再侮辱她了，行吗？小白，如果没有他的话，那明天结婚的就是我们俩。我今天我这么说的，都已经算便宜他了，我都没动手打他呢。大美，你只会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，难道你没有自己想自己的原因吗？还不是因为你什么都听你妈的，才造成今天的局面呀？小白，这就是你之前给我说的你前女朋友啊？这就是那个给我要50万彩礼的人。就他这样的人啊，你给他分的时候是你明确的选择，你说什么呢？你个狐狸精！你才是狐狸精呢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小袁，别给他一般见识。行，小白，这可是你说的啊！你不和我女儿结婚的，要和这个女人结婚，我就明确告诉你，那20万呀，我绝对不会给你的。对，这分手可是你给我提的，这20万的彩礼我1分钱都不退。大美，阿姨，你们想的可真好啊！咱们俩还没结婚呢，大美，咱们只是男女朋友关系，这个钱是我给你的，你呀必须退给我。我们就不退，你能把我怎么样啊？哼，我告诉你吧，这钱啊1分都不要。行，如果你们这样继续耍无赖的话，我和你们呀也没什么好说的了，咱们法院见吧。行了，小袁，咱们呀不跟他说那么多，走，咱们逛街去。你小白，小白，行了，别叫了，这还不够丢人的吗？咱们呀，赶紧回家，凑走钱，把钱退给人家吧。嫂子，凭什么呀？凭什么？你还好意思问俺大美？你说你要不是和他妈闹这一出，跟人家再要30万的话，你和小白明天就结婚了。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？你说咱们就不能换位思考一下吗？如果当年我妈跟你们家又多要了几十万，你们心里会怎么想？会娶我吗？我不是想让他生活好一点吗？那20万的日子给50万的日子能一样吗？生活好不好，他们结过婚，他们自己会奋斗，不是你这样强求来的。我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咱们赶紧回家，想办法凑一凑钱，赶快把彩礼退给人家吧，要不然传出去了，这以后谁还敢跟大美提亲呀？这大美恐怕一辈子都嫁不出去。走吧，还愣着干嘛？